个画面。哎，这是个小的草稿啊，小的稿子以后啊，我们还是把这个小稿子，哎，放成一个4尺整张，哎，放成4尺整张。然后今天我们的山石部分，用到什么？用一种斧劈皴去表现，哎，用斧劈皴去表现。我们看一下山石的结构，斧劈皴怎样去处理，还有我们水的瀑布的一个处理方法。今天这是我们的重点啊。画之前把笔洗干净，哎，把笔洗干净以后，我们笔尖调墨。看我们画这种山石，笔尖调墨，我们用这个中号的那种尖毫笔啊，用中号的尖毫笔，这个笔啊，可以画山石、树木都可以。哎，我们先画近景的山石，看我们画斧劈皴，它的这结构。哎，先把轮廓勾出来。我们画山石，对吧？都是先把轮廓勾出来。你看，哎，先把个山石的轮廓勾出它的外形，对不对？哎，勾完外形以后，以这个为中心，对不对？这是我们山石的，前面一个块面，对吧？以这个为中心，我们向后延伸它的山石结构。你看，山石结构画的时候，它和这个我们画蓖麻村不同的地方，你看它的山石结构，哎，比较方硬，对不对？你看它的山石结构比较方硬。然后注意它，我们常讲用笔的提摁转折线的变化，哎，靠什么呀？靠我们用笔的，你看啊，提起来，行笔的时候，它线条就细，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啊，摁下去，它的线条就，对吧？就会变粗，哎，这就是我们中锋也能产生，不是说中锋画出来就是单一的一种线条，哎，它中锋也会产生线条粗细的变化。对不对？看，我们先把这个山石的结构，它的轮廓整体的结构，我们先勾出来，然后我们再看里边怎么去皴啊。看，勾出结构，以这个前面这个块面啊，这是我们山石的中心，哎，以这个中心向后画山石的结构，左右，哎，过来。哎，看啊，这是我们前面山石的轮廓和里面的小结构。后面我们把上面的小结构勾出来，你看啊，哎，先勾出它的轮廓和山石结构，下面我们再去加皴啊。看我们斧劈皴用的时候，笔尖还是笔尖调墨，哎，我们笔尖调墨，调完墨以后，你看啊，开始皴的时候，哎，多余的水分我们稍吸一下，用废纸稍吸一下。看啊，这个结构线，我们去怎样去斧劈皴处理山石？用斧劈皴处理这个山石，侧过来，哎，把笔锋侧过来，哎，向下、向左、向右，你看啊，
这样去村。它要看着我们这个轮廓线，你看啊，对不对？你看，这是外边的轮廓线。我们村的时候，要根据它山石的这种外形，我们去走这种村，对吧？看村的时候，注意它的村笔的大小，还有它的长短。哎，看这种村，就是说斧劈村，可能就是说，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简单一点讲，就是什么？就我们用这种斧子在山石，对吧？山石它这个面上去凿，哎，那种痕迹，对吧？就好像斧劈的痕迹，哎，我们叫斧劈村。哎，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你看村的时候也是啊，把我们的笔，对吧？你就作为一个看斧头呀，你去用就可以去表现。把笔锋侧过来，你看啊，画斧劈村的时候，它的笔锋是扁一点，哎，让它稍微扁一点。调好墨以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墨盘里边把笔锋压扁一下，你看啊，对不对？压扁一下，稍微笔锋扁一点。用侧锋用的比较多啊，斧劈村。你看前面一个结构画完以后，比较靠前的这个位置，哎，怎么去表现？还是侧过来，你看，哎，侧过来，横着哎，横着村，把它形成一个什么结构？你看前面一个面形成一个，哎，前面这是个横的这种村，左右是向下，沿结构线向下这样去村，哎，形成一个结构啊。你看到后面以后，哎，过来，侧锋，对不对？你看然后这个结构我们向右下，哎，看这个结构，我们轮廓线，你看这个轮廓线，然后顺轮廓线也是向下去村。这个斧劈村用笔对吧？就是以侧锋为主，哎，侧锋为主，注意它的村的长短变化，哎，长短变化。过来，你看我的笔锋是不是哎一直在用侧锋去表现？哎，后面结构，你看前面结构也是在这个轮廓线的后边，我去处理的村，对不对？后面也是还在这个结构线后面，我们去处理。后面也是，顺着结构线，哎，在结构线的后面，我们去处理它的斧劈村分出它的是吧？分出它的敏感结构。你看，它和蓖麻村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画的山石表现来说，表现那种比较坚硬、土质少的这种山石结构，哎，然后侧锋用的比较多，哎，我们蓖麻村呢中锋用的比较多，对不对？哎，这个呢，哎，我们侧锋用的稍微多一点。哎，这是一块静静的山石，完成以后，下边哎，它是一个小的，哎，这种小路，对吧？山间小路，
过来，你看啊，横着横笔，对不对？就是现在啊，这是用的就是说折带皴，就是横笔过来向下去皴，过来，你看啊，勾线过来，然后侧锋向下，哎，侧锋向下，这就是我们折带啊，折带皴。哎，小的山石，你看啊，我们大的这种石块用斧劈皴，知道怎么表现了，对不对？然后小的石块，嗯，侧锋分出简单的块面结构，对不对？你看啊，暗部、亮部，哎，分出来就可以，不用分的太多结构啊，因为小石块，对吧？不用分太多的结构，分个小结构，分个明暗就可以。你过来，哎，只是啊，一个小路过来，穿过来到后面的瀑布，看过来，小平就是说，看啊，小的这种碎石，我们处理结构，哎，不用处理的太复杂，对不对？哎，你简单的分出它的明暗就可以，哎，简单分出明暗，然后它的，哎，这个小路的这个上面这个平面，干笔擦一下，嗯，哎，这就是个，对吧？这个山路给这过来，穿过来，向后延伸，然后后面稍对应的地方，哎，这是瀑布下面的啊，下面小的碎石过来，你看他画这种斧劈皴的时候，对吧？它的结构还有它的外形轮廓，对吧？可以稍微的让它不是说我们画蓖麻皴这种，哎，都是比较圆，哎，圆润的那种山石结构，哎，画这种斧劈皴的时候，让它稍微的方正一点，哎，稍微方正一点。你看啊，我再画个小的结构，哎，有棱有角的啊，这种山石都是表现这种坚硬的山石。哎，勾完以后，轮廓勾完，我们分这块面结构，你看啊，斧劈皴侧过来，哎，这个结构你看可以向什么？哎，向左边去皴，哎，右边呢？你看，哎，可以向右去皴，侧过来，对不对？然后前面这个结构，横着皴两笔，哎，分出什么？你看，它也是和我们画这个蓖麻皴开始讲的时候十分在面，对吧？它也是分出一个三个块面来，你看是不是？这是前面一个面，左面、右面，对不对？也是啊，我们把这块面结构分出来，它这个山石才能有什么？才能有这个立体感，才能有空间感，对不对？哎，我们画斧劈皴的这个笔啊，你可以，嗯，左右上下，对吧？你可以都可以这样去侧过来，哎，侧过来，不要单一的就是一种方向，不要单一的是一种方向。他看，我们可以向左皴，向右，对吧？向下，还有可以向上，都可以灵活的运用我们这个笔锋，对吧？一定要灵活的运用这个笔锋。哎，一定这是比较靠前的一个啊，我们可以以这个为中心向后延伸它的山石结构。
过来，看，对不对？哎，可以这个为中心，我们向后延伸它的山石结构。对，画完轮廓、结构，然后村。你看啊，我们这个笔锋可以什么？你看啊，向左，向右，看是不是？哎，一定要灵活的运用这个笔锋，哎，灵活的运用笔锋。哎，过来，水中的小的碎石画出来。哎，山石啊，山石完成以后，上面要长树木的话啊，哎，单钩，我们可以单钩一个树木过来，石分三面，树分四枝，对不对？哎，简单的分出树的四肢，前后，对不对？左右，哎，前后左右，哎，就把树的这种空间感处理出来，是不是？哎，一定要把树的空间感画出来，就是前后左右的它这种空间感要画出来，不是说画的要特别复杂，就会现实中的这种树木它树枝特别多，哎，我们可以简化它，简化它，但是它的前后结构、前后的关系，对吧？前后左右的关系，我们要画出来。画完以后啊，小树枝，对吧？画完以后可以加一些树叶，加一些树叶。你看，我们可以画一个常用的介字点、各字点、介字点啊，我们用个介字点。看啊，笔锋，中锋用笔啊，画这个叶子的时候，对吧？四个叶子一小组，然后再组成一个整体，对不对？你看啊，一笔、两笔、三笔、四笔，对吧？四个小叶子组成一个组合，然后再形成一个整体。上面的叶子稍微多一点，哎，上面叶子稍微多一点，下面的叶子稍微少一点。勾叶子的时候，你看我们画山石的时候，中锋、侧锋用，对不对？画叶子的时候，哎，要用中锋，不能用侧锋啊。中锋勾这个叶子，你看它这个中锋画出的叶子怎么样？你看啊，它的线条也比较什么饱满圆润，哎，饱满圆润，你看啊，哎，有聚有散。叶子啊，你看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在哪儿？哎，是在我们小树枝多的地方，对不对？哎，小树枝多的地方，我们叶子让它稍微多一点，比较集中一点。你看到下面以后，它靠近树根的地方，小树枝少的地方，哎，你就画的叶子稍微少一点，对不对？根据我们小树枝的疏密来画这个叶子的疏密啊。过来，你看，对不对？你看啊，小树枝多的地方可以多画一点叶子，哎，小树枝少的地方
对吧？没有小树枝，它的叶子它就不会长那么多叶子，对不对？哎，要根据我们勾小树枝的多少去安排叶子的多少疏密这种关系。到下边少一点，哎，然后看这边到右边的啊，右边我们画一个小的红树，这个树对吧？我们前面这个是那种夹叶的红树，到后面还可以画那种点叶的啊，用颜色直接点出来。看我们点的地方，就是后边我们要上颜色，直接用颜色点出来就可以。哎，这个颜色点出来就可以。哎，树木，你看啊，靠近水边的啊，瀑布下面，对吧？不能画那种很大的树木，都是那种小一点的灌木形状的。哎，先勾树枝，勾完树枝以后，你看啊，勾完树枝以后，我们再长叶子。看我们前面画这个夹叶树的时候，就讲这个是吧？小树枝多的地方，你可以把叶子安排的多一点。我们下边你看啊，这也是我们小树枝地方，在这个方位开始长叶子，也是在你看，也是用这个中锋笔尖的部分，我们去画叶子，由浓到淡的变化，这是勾的，对不对？哎，我们下面是点，哎，点的叶子由浓到淡，你看啊，用笔的笔墨变化，哎，由浓到淡，由湿到干，它树尖的地方是吧？树头、树尖的地方用墨稍微湿一点，随着笔中墨的水分变少，它就会变淡，然后也会变这个干一点，就是我们处理虚的地方。哎，哎，小树丛，对吧？小的灌木丛。哎，后面你看啊，夹着树的后面可以加一个小的小亭子过来，先画这个下面小亭子的这个顶部啊，哎，顶部画出来，画它的柱子。你看，哎，安排个小的草亭。哎，下边淡墨画出它的平台，对不对啊？你看下边我们是个大的这种大的石块，哎，下面安排一个平台，哎，安排个平台过来，下面就是我们画瀑布的地方，看啊，远处就是画瀑布的地方。画瀑布的时候，我们先画什么？哎，先画我们瀑布前面的一个结构啊，先把瀑布前面的结构画出来。你看前面它的山石是遮挡瀑布的部分，这时候先把前面的这个山石画出来。你看啊，我们先画前面山石，
也是先勾山石结构，中锋，哎，先把前面这个山呢，它的前面结构，对吧？画出来。你看啊，然后你看啊，勾完它的山形外轮廓，我们勾里边结构的时候，勾出来。嗯，到下面啊，虚下来，到下面一定要虚下来，因为下边就是我们水落以后，对不对？溅起的云、水汽，对吧？溅起的水汽，所以说我们下边山石也是要处理成虚一点，对吧？处理成虚的，上面是实一点，下边是虚的。哎，轮廓结构，你看啊，我们这个山石很明显分出了它的十分三面，长讲的十分三面。你看前面是不是一个结构，对不对？前面一个结构，左右，哎，它的整体分出三个块面结构。寸的时候啊，你看我们寸的时候，这个结构，左边结构向下，你看侧过来啊，笔锋侧过来，向下去寸。也是啊，我们常讲寸的时候，寸到什么地方？是不是？哎，寸到山石的，对吧？你看，都是在这个山石的结构线的后面去寸，不是没有漫无目的的寸的啊。你看，在山石的结构后面，我们去处理，向下去寸，向下去寸，过来，对不对？哎，向下去寸的，你看左边结构，我们知道寸的方向，然后右边，你看啊，你过来，你看，在结构线的后面，哎，我也是啊，向下去寸，哎，向下去寸，它形成一个什么结构？你看，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哎，它的结构线后面，对吧？就是我们山石表现凹进去的地方，上面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山石鼓起来的地方，对不对？这个是，哎，这是比较明显的，对不对？你看啊，处理它的明暗结构，是不是？到这个啊前面这个比较靠前的这个山石结构，你看把笔侧过来，也是向下，你看，哎，向下去寸，哎，向下去寸。它这块山石是不是我们用笔的方向，对不对？也都是向下的啊，都是向下的。然后我们留着瀑布，这是水口，我们开始处理水口，稍微的看啊，处理山这个水口的时候，用墨稍微的重一点，哎，用个稍微重一点的墨色去体现。因为什么？因为它靠近水的地方，是不是？靠近水的地方，山石比较潮湿，所以我们稍微重一点的墨，由上向下，注意它墨的变化。哎，上面稍微重一点，越向下，对不对？哎，向下靠近这个瀑布下面的时候，哎，下边就是我们
瀑布它不是有落差嘛，对不对？有落差下来以后溅起的这个水汽，哎，所以说我们下面要虚下来，要虚下来，要有一个墨色的自然变化，对吧？不要说你看啊，画的时候尤其画我们水口的时候，不要说上面墨重，到下边还是墨重，硬断那种方法，对吧？那样显得特别不自然。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墨有稍微重一点的墨，到下边越来越淡，到下边虚下来，对不对？它有个墨的这个层次变化。到下边以后，我们处理下边水汽的时候，哎，这样虚下来，用淡墨稍微渲染一下，它就把下边的水汽蒸腾的水汽，哎，我们能表现出来。你看啊，换一个向上的结构，你过来，你看用皴的时候，我们在用笔一定要注意啊，我们皴这个山石的时候用斧劈皴，你看啊，侧锋，哎，侧锋。把这个笔尖侧过来，让它小于是吧？小于45度的这个角度，去和纸面去接触，你看，对吧？你看啊，来看一下我这个笔的这种用笔的这个角度，你看啊，是不是？哎，要低于45度的角度去接触纸面，让这笔锋接触纸面的面积，哎，要大一点，要大一点。这是啊，侧锋。然后皴的时候用笔啊，一定要肯定，对吧？你看我到的时候，哎，这就是结构线，哎，我皴就是在这个位置，哎，非常果断肯定的，哎，向下去皴出来。看啊，这水口完了以后啊，画完水口以后，我们开始画瀑布，对不对？开始画瀑布，先画瀑布的时候，先把我们瀑布里边的这个水中的那个碎石先画出来，然后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水的这种位置啊，对吧？先把我们里边水流中的碎石先画出来，哎，先画这个小碎石。同学们可以开始的时候啊，你比如说老师就说我把握不住，就是不知道位置放的对不对，可以用什么？可以用探条。你可以用探条先把这个水口的位置还有里边小碎石，哎，先起个草稿，对不对？哎，先起个草稿，放个大概位置，然后你再去落墨啊。看碎石是吧？水中小碎石画的时候啊，到下面你看啊，到下面的时候，侧锋用笔呢稍微的看啊颤抖，对不对？用这种颤笔去表现它，就是说瀑布它落差遇到这个小碎石产生的那个水花。哎，颤笔，这个时候我们画这个碎石的时候，你看啊，我们再看画一块，哎，这是稍微大一点的，你看，尤其画下面的时候，你看，画笔稍微颤一点，哎，嗯，哎，我们先把小碎石画出来，你看啊，留白的地方，看啊，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水流的地方，哎，过来，画的时候注意它卵石这个小碎石大小不等，
大小不等。有大的呢，有小一点的，对不对？它这个啊，我们画这个小碎石，忌讳什么？忌讳平均，对不对？不要画的太平均。它的水流也是啊，你看，它水流也是有宽有窄，有宽有窄。那下边看完。对吧？窄一点的，宽一点的，这个要分出来啊。就是水流有落差产生的啊，就有落差产生的是这个水流有落差产生的才叫瀑布。由高向低，它的水流产生落差。看，这是一层啊，然后上面再来层小的。这是瀑布的位置。看，画完以后啊，先画前面这个山石，然后后边画瀑布，然后再画左边结构啊，这样去画，一定要处理它的先后顺序啊，先后顺序。你看啊，再画，先画右中间瀑布，再画左边结构。下边接下来。你看啊，前面山石先把前面山石结构画出来，向后，对吧？以这个为中心。我们画这个山石的时候，先画前面一个山石为中心，然后向后去延伸。过来。向上。注意我们留出水口的位置。看，留出水口的位置。向上再去延伸，延伸它的山石结构啊，对不对？先延伸上去。形成一个结构。看啊，这一组完成以后，寸的时候，看啊，寸的时候，先什么呀？别上啊，先向下，先向下寸出一个结构。它已经简单的分出它这个块面，是不是？你看，这是个结构，然后这是前面一个结构，对吧？右面、左面，你看啊，画寸的时候，沿这个结构线，向下，向下，你看，对不对？笔锋侧过来，下边虚下来，一定要注意，到山就是瀑布下面的时候，要和这个水流协调起来。就是说，看，水流下边我们是水汽的地方，我们山下面也要虚出来，虚出它的云气遮挡的地方，对不对？一定要留出云气遮挡的地方。虚下来。看前面这个结构画完以后，然后在这个结构线的后面啊，我们去处理后面的侧过来，你看
侧过来，向下起皴，哎，向下起皴。到右边了以后，你看啊，我们用笔侧过来，也是啊，向结构线的后面去皴。哎，你看啊，对不对？看在结构线的后面，哎，去皴。哎，注意它，我们皴这个用笔的这个方向，只要掌握住你就行啊，哎，掌握住就行。向下去皴。看到这个结构以后啊，直接皴稍微长一点的，再过来。哎，一定要注意它的前后山石前后结构，我们不要这个把这个结构打乱啊。哎，皴的时候要注意它的山石结构前后关系。哎，后边小的石块遮挡一下。到上面的时候啊，看到瀑布上面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它的水口你要交代，对吧？虽然是前面是个瀑布，你也要交代一下它水流位置，从哪流过来，对不对？你不要说凭空就是有个大瀑布，对吧？一定要上面要交代一下它水流的方向、来龙、来龙去脉，对吧？你要交代一下，对不对？它是水流从哪儿流过来？稍微淡一点的墨。过来，你看啊，上面有远处的溪流，然后汇集到这儿，对吧？汇集到前面这个水口，然后下边是落差，形成瀑布，对不对？那我们老师刚才讲了很多啊，朋友们有收获的话，可以扣在公屏上给老师互动一波，好不好？哎，有收对，获的话，我们扣一个有。嗯，那刚才我们有朋友倡议了啊，300多人，每人给老师点上100个赞，朋友们大家都给老师点点赞了。对，有收获的朋友，咱们就扣个有，这样的话老师讲的也开心，是不是？不能不互动啊。对，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扣在公屏上，老师帮助大家来解答。那我们也有一些新朋友，新朋友别忘了点个关注啊，加入粉丝团点个关注，下次开播会有提醒的，不然等下次开播的时候咱就找不着咱们的直播间了。老师是下午的3点半与大家分享我们的山水啊，中国山水画的一些绘画技法。点上关注，加个粉丝灯牌，开播就有开播的提醒了啊。老师讲的太好了，大家都听入神了，所以都不互动了，是不是？那老师也是啊，要常常提醒大家有没有记住老师讲的问题，有没有收获，我们一定要多互动，这样呢我们的平台才活跃，是不是？每天都有直播嘛，我们是除了周一天天都有直播啊，朋友们点个关注，加个粉丝灯牌，然后啥时候有直播，您都可以收到一个平台的推送提醒了。是北方的山吧？老师画的是北方的山吗？对，看啊，这个我们的斧劈皴，对吧？斧劈皴常用的就是表现我们北方的山石，对吧？那种实质的山石，哎，它是用这种斧劈皴。你看我们常用的就是说你画江南水乡，对吧？都是用披麻皴，它的实质少、土质多的地方，我们用披麻皴去表现。到北方来说啊，对吧？这种比较险峻的、坚硬的山石，哎，用斧劈皴去表现。设色的，我们你看，先把这个我们每次课程都是啊，先把墨稿完成以后，哎，完成以后我们在后边再去设色。就是说我们在这一个课里边啊，然后水墨部分怎样去讲山石起稿，对吧？墨稿的起笔呀，山石怎样去画，树木怎样去画，到后面我们再去上色，着色的时候也是讲怎样去着色，
山石的着色方法、树木的着色方法都会讲啊，都在一个课程里边。等一会儿老师画完这个墨稿，就会给大家去讲上色的啊。豆子对99的课里边，今天画的也是会更新到我们1号的99课程里的啊。老师现在画的每一天画的作品都是更新在1号课程里边，已经更新了差不多快70幅作品了，还有50节的基础课啊，课程还在更新中。我们每天老师画的作品，从这个画墨稿到上色完成的全过程，每天画完都会给大家更新在课里的啊。直播时间是下午的3点半，我们的山水的直播时间段，朋友们啊，下午的3点半是王伟平老师。王伟平老师是职业画家，也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山水画家。老师呢是河北美协的画家老师，咱们从事山水创作已经30多年了，所以呢，老师的功底非常深厚，教学经验也非常的丰富啊。喜欢山水的朋友不要错过我们老师现在的这个福利课，一个专业画家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全面的、很干货的咱们的这个山水课程。今天讲的是一个现代山水，对，现在的，我们课程里面传统山水和现代山水穿插着给大家都有啊，课里面都有的。老师看一下全图吧，那老师还没画完，给大家让一下，大家也可以先看一下啊。对，可以先看一下啊，看我们到后面的啊，后面那个上面远山还没有处理啊，我们先把这个近景的山石还有中间的瀑布，我们先那个画出来以后啊，看我们远处的这个远山还有水流的位置啊，哎还没画出来，稍等一下，我们去画后面的啊。那画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注意你瀑布，就是说虽然是以瀑布为主，但是也要交代什么水流，水从哪里过来，对吧？我们常讲啊，你要把这个水的来龙去脉你要交代出来，不是说凭空就出了个大瀑布，对不对？所以说画的时候一定要懂这个它的这个道理。今天老师讲的是虎皮村啊，还有什么村法？老师其实前面讲过很多，朋友们。那稍等一会儿，老师继续画啊。那正好趁这个时间，老师也可以给大家讲讲我们常用到的，我们课程里面会用到什么村法。对，看啊，我们常用的啊，一个是我们画这个江南水乡或者画南方这种山水的时候，用什么？用披麻村，长披麻、短披麻，还有什么？还有雨点村都可以用到。到我们后面，比如画北方的这种山啊，对吧？用斧劈村、折带村，还有小斧劈都会用到。它涉及到的村法比较多，就是说我们画的时候，我们传统的那边用披麻村、斧劈村用的多。到我们后面要是说你要画现代山水来说，各种村法要结合在一起。对，咱们前面其实各种的常用到的一些村法，老师前面也有一些泛画已经都介绍过了啊。咱们呢就是一天呢会完成一幅作品，我们前面老师已经画了6、70张了，大家拍了课程以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些泛画都是已经更新上去的内容。喜欢老师的山水啊，想系统的学一学。传统山水、现代山水都想了解了解，朋友们可以去拍一个课，因为这个课程真的是个特别划得来的课程。老师讲到的内容非常的这个深入，讲到的技法都是老师平时画画，老师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老师是怎样去解决的，老师都会在课程里面给大家去讲到。这个课程里面至少有100张作品，大部分作品全部是老师自己的创作作品，所以老师画每一张都会给大家讲的非常的详细的啊。因为是老师的创作，老师会给大家把每一个地方啊面面俱到的给大家去进行梳理和讲解。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掌握一些方法。就是山水画，我们有些朋友喜欢，那画山水它其实就是技法的东西很重要。有些朋友可能练过传统的，咱们有传统的绘画技法，现代山水有现代山水的绘画技法。老师这个课程里面啊都有给大家去讲解的。我们看到的这些是课里的一部分的范稿啊，我们这个课程还在持续的更新中。现在看到的都是我们1号课程里的内容，我给大家现在浏览的大概也就40来张，我们这个里面至少要更新100幅，每张都不一样。大家能看到老师能够擅长和把握的风格也非常的多。老师是职业画家，所以老师这个平时就是一直都是在画创作，所以课程里面都给大家去讲了很多的啊。
小轩，对，拍了课了，先跟着，对，刚开始画，我相信大家可能还是会有一点觉得你刚上手不可能就像老师画的这样好。我们为啥在这个课里面还给大家去特别录制了有基础课？朋友们，基础课程就是帮助我们有些朋友说，小白，我刚开始接触中国画，我画一张整个的作品，我觉得有难度。那从哪儿入手啊？咱就从一块石头开始，我把一块石头画好，对不对？我把一块石头画出来，它的一个体积感10分3秒，我能表现好了它的结构。哎，一棵树，我能画的这个树呢，像一个立体的感觉，它有四面八方的它这个出枝感觉，树分四枝。咱们课里面有老师特意给大家录播了很多基础课，如果没有基础，朋友先去画基础内容。哎，基础的都掌握了，到课程里面，你看咱们里面有一些构图它比较简洁，有一些构图呢它比较丰富，您再根据您学习的进度去选择的学习就行了。咱的那个课程呢，它是永久观看的啊，拍了课在学浪上，啥时候都可以观看，它不会过时，朋友们啊。您今年拍了课，我明年想学习，我后年想学习，那都是可以的啊。课程是永久观看的，它不会过期，就像您在书店买书一样的。1号课程就有基础课，朋友们，就是我们那个99，大家觉得这个太福利了，有点不太相信。1号课程里面，除了老师给大家精讲的每一幅完整的泛画100张，我们里面还有老师给大家录过的基础课程，里面有基础分解内容啊，就是适合我们零基础的朋友先去学习的内容。还没有进班级群的朋友去点击去敲一下小店客服，找小店客服，让小店客服帮您进到班级群。班级群里面主要就是一个是提醒，一个是我们有老师的高清泛画啊，在我们的班级群里面。1号课程就包含有基础课，还有老师的100张完整的泛画作品的一个课程回放啊，总课时至少是180节。好，我们把赞赞点一点啊，咱们老师继续给大家来讲解啊。今天咱们讲的是一个瀑布啊，一会儿老师画完墨稿以后会给大家去讲怎样着色的啊，朋友们不要着急。咱们慢慢的看老师怎么把这一张白纸给它画成一幅非常漂亮的山水作品啊。哎，你看啊，我们瀑布的前面啊，前面这个大瀑布画出来以后啊，看我们画后面的这个水流，哎，从哪流过来，对不对？哎，到后面啊，哎，用墨稍淡一点，把两边，对吧？两边的这个结构画出来，对吧？你看，哎，两边的结构画出来，这就是啊，上面对吧？瀑布上面这个溪流形成的这种结构。哎，先把溪流两边的山石画出来，用淡墨。到这块儿不要用说，哎，不要用重墨，哎，要用淡墨去画，用淡墨去画。看，哎，画出这个结构，画出这个结构，哎，交代一下，哎，看水流是不是由远及近，有小的溪流汇聚到一起，哎，再形成一个大的瀑布，对不对？哎，要交代一下这个啊。过来，到上面啊，稍干笔、淡墨稍擦一下，哎，稍擦一下。然后啊，下边就是远山，对不对？哎，上面就是远山，淡墨啊，我们用淡墨去画这个远山。哎，要统一啊。我们画这个远山的时候，和我们画那个前两天画那个江南水乡远山，它都是那种圆形的，对吧？比较圆润的。哎，看我们今天画的这种山石，都是那种腐皮村比较坚硬的山石，所以画这个远山的时候也要协调。你看啊，画远山都是那种哎比较见棱见角的啊，你看对不对？要画那种比那种见棱见角的那种远山。哎，我们画这个画的时候，注意什么？注意它的协调前后山的协调，
不要说，你看前面的，如果你看，我们想象一下，你前面的山石都是这种比较方正的这种坚硬的山石，到后边你画个圆形的眼山，对不对？你就是一看就是不是一幅整体的画啊，这不协调。所以说我们画眼山也要看前面山石的结构，我们去处理眼山。哎，画那种啥啊？哎，有那种山峰，对吧？有那种尖形山峰，哎，这样远山才会我们前面的山石、瀑布，对吧？你还能协调到一起。哎，远处的远山过来，对吧？好多山峰、峡谷，中间是云雾啊，我们中间是处理的是云雾啊，对吧？远山一层层远山，然后汇集到前面这个小河流，汇集到一起，然后在这儿产生一个大的落差，这才形成瀑布。哎，过来，看到下边干笔，对吧？用干笔把下边虚出来，稍擦一下，哎，虚出来。看，这就是远山，对吧？我们每一幅作品，看我们每一幅作品都是近景、中景、远景，对不对？每一幅作品都是这样，哎，尽量完成一个整幅的这个构图。就是大家就学习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一定要你画面的这个掌握，一定要知道怎样去处理完整的画面。有的就是这个讲课来说就是讲局部，对吧？山石干讲个山石，它这个也不画什么瀑布啊、树啊，对吧？都不是一个完整的画面。我们这个课里边都是啊，你看画的时候每一幅都是个完整的画面，中景、近景、中景、远景，然后这叫树木、山石，对吧？都很丰富。哎，每一幅都是个完整的作品。所以说，你开始学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找对老师，对吧？找对老师，学一个正确的这个国画的正确的方法。哎，你看啊，擦出来以后，对吧？这就是远山，中间是云雾，哎，云雾遮挡，对吧？有云形成云气，然后下边才是水。上面啊，你看，哎，右边的山石上面，我们可以什么安排一些小的树木，看啊，安排树木。我们常讲，看远山无村，远树无枝，哎，对吧？哎，不要画小树枝，只画这个树干画出来。哎，只把树干画出来。画出树干以后，我们点叶子，点叶子也是，你看啊，由浓到淡去点，你看圆形的，然后大横点，哎，大横点，圆形点，大横点，哎，不同的点组合成，哎，我们组合成一个树形，是不是？你看啊，注意什么？注意它墨的变化。你看，由浓到淡，哎，注意它。我们常讲画这个小树丛，注意什么？注意它树的高低错落，哎，高低错落，对吧？注意它的高低错落。这小树有高有低，有胖有瘦，一定要注意它树形的这种变化。哎，一定要注意树形的变化。右边
左边看啊，处理完右边以后，左边也要，对吧？左边也要有小的树木。看啊，是不是我们每一幅作品我们画的时候，对吧？都尽量完善它，尽量去完善它。就是说，涉及到的，你看这个山石、水流，还有它的树木，啊，近景的树木也有，远景的树木也有，对吧？所以说每一堂课里边我们学到的知识，涉及到这个技法都很多。嗯，哎，稍微点一点，对于它的高低错落，哎，高低错落。哎，前面是圆点，后边可以点一些横点、小横点，把笔横过来去点。哎，这个用笔的时候啊，对吧？不要说，哎，老师，我就是说喜欢用中锋，或者说我喜欢用侧锋，一定要注意它中锋、侧锋的运用。还有啊，你看这笔啊，我们可以直起来用，对不对？也可以侧过来用，都可以啊。那灵活的运用它这个笔锋。看，现在我们可以，对吧？把笔锋竖过来去点，也可以把笔锋侧过来去点。哎，一定要熟练的运用各种这种笔锋的变化。哎，过来，你看到下面到这个地方左边下来以后啊，这就是我们处理云雾的地方。干笔擦一下，你看擦一下。哎，这需要处理云雾的地方。前面啊，小停的地方，哎，小停的地方，增加一些树木啊，我们可以画一些小的树木，哎，对吧？掩映一下这个小亭子的部分，丰富一下。哎，勾完小枝以后啊，用笔尖，你看现在我们用笔是不是？哎，用笔尖去点，一定要熟练的运用它的笔锋，侧过来，正过来，哎，灵活的运用它，哎，穿插过来。到下面，你看啊，到下边它的小石块上面啊，哎，可以长一些小的灌木，靠近水面的地方或者靠近水的地方，它的植被比较茂盛，哎，所以说可以画一点小的这种灌木，小的灌木，嗯，可以用什么啊？接着点、各自点，对吧？表现这个小灌木。一看靠近水边的地方，经常有这种小的灌木，我们就用什么？用这种哎点子去表现，用点子去表现。哎，到这以后啊，哎，近景的小的灌木画完，我们瀑布下面啊，哎，它中间水流下来以后溅起的水汽，对吧？中间是被这个水汽遮挡，我们留出它这个云气的地方。看山脚，用淡墨干笔擦出来啊，淡墨干笔擦出来。
哎，前面你看啊，水流下来以后，这是水汽蒸腾的地方，到前面以后，对吧？有那个水流，我们要画一下啊，用这个中锋，你看，中锋勾一下，哎，这个水流，对吧？这是它这个瀑布是我们中间的一个景致，到我们前面以后，它的水流比较不像下边落差那么大，哎，到前面比较缓，对吧？水流变缓以后，哎，稍勾一点水纹，对不对？哎，稍勾一点水纹，哎，过来，哎，稍勾一点水纹。中锋啊，中锋淡墨，尤其勾我们的水纹的时候，哎，不要用中墨，哎，记住，不要用中墨，哎，淡墨去勾，哎，勾个水纹。下边是瀑布的地方，你看啊，我们把瀑布这个小碎石勾出来以后啊，等它后边我们用淡墨啊，淡墨稍把这个在碎石的地方，淡墨稍加一点，稍加一点，用淡墨，你看啊，小碎石加一下。给靠近水口的地方，看啊，水流的地方，靠近山石、靠近水流的地方，用淡墨稍加一下，让它这个就是山石靠近水的地方，让它墨色稍微的重一点，让它黑下来，形成一个黑白的明显对比，对不对？你看啊，哎，形成一个明显的对比。你看山石靠近水的地方，对吧？它不是长时间的被这个水去侵蚀，它的颜色相对来说比我们接触不到水的地方的山石，哎，颜色要稍微重一点，也稍微重一点。所以说，我们靠近水的地方，这个山石上颜色呀、上墨呀，对吧？稍微的多一点，稍微多一点。就我们画这个水口，对吧？为什么墨这么重？你看它墨重以后，就会把我们这个水流对比的，哎，更明显。下来，你看啊，稍加一点，可以什么呀？你看啊，我们可以用这个小碎石，哎，也可以用这个侧锋去擦出水流，也可以用一些线，你看啊，对吧？也可以用几个线去表现，就是说墨块和我们线条，哎，结合在一起。我们传统里边画瀑布都是用线去表现，现代的瀑布的这种画法，哎，都是说，哎，用墨块、线，哎，结合到一起去表现。嗯，稍加一点，你看啊，虎皮森的地方可以稍加一点干笔、淡墨去擦一下啊，哎，稍擦一下。
喝彩一下，丰富一下我们的明暗结构。淡墨干笔，色彩一下。加深一下它的明暗结构。我来。靠近水的地方，你看对不对？靠近水的地方，稍加一点淡墨。淡墨干笔去擦一下。看它这个，我们画完以后啊，画完以后，结构墨稿完成以后，稍加一点胎点。我们可以加一点胎点，你看啊，在山石的它的明暗交叉的地方，你看，可以加一些胎点。加胎点的时候，需要看横的有竖点，有横点。我们现在用的是这种竖一点的胎点，对吧？也可以用横点啊，都可以。画面需要什么胎点，我们去点什么胎点，根据画面需要我们去点啊。我来，看，对吧？你看这个结构线比较多的地方，我们结构线比较多的地方，我们点在这个位置，你看可以多点一点。结构线少的地方可以少点一点。它这个比较集中的地方，就是我们山石，它的结构比较多，那就稍多一点胎点。丰富一下。你看，对吧？你看到下面它的小的石块上面，也可以加一些，你可以说什么？也可以说是小草，对不对？小草代替小草啊，或者说山石上面经过长期的这个潮湿，一种黑的这种胎点都可以啊。好的啊，现在点完胎点以后，稍等一下啊，稍晾一下，我们去上色。稍晾一下，我们开始上色。今天老师画的还是4尺整张的啊，也是我们1号课程里的课时内容。稍等一下呢，我们给大家讲怎样去着色啊。喜欢山水的朋友，想学习前面老师讲的那么多幅精彩的作品都没有看到，朋友们可以去把我们的课程去拍一拍，因为现在还在福利价啊，抓紧时间去抢拍。1号课程99米，永久学习，跟一位职业画家学习专业的中国绘画技法知识啊。咱们因为前面其实讲过很多，包括瀑布啊、云海呀，包括很多的一些处理的方法。老师前面讲的有基础课程，讲的更加详细。老师这个因为老师画山水画了几十年了，所以老师画的比较快啊。所以朋友们可能有的时候是在直播间是没办法去跟上老师的速度。我们也经常跟大家
建议大家在老师讲课的时候呢，多听多看，记一记笔记，下去以后到课程里边喜欢哪一章，到课里边再去跟着老师去跟画2遍。这样的话呢，我们学习起来有方法，你相信您也能更快的掌握老师讲到的一些技巧啊。直播间的1号课程是老师这个课啊，里边大作品、小作品都有。刚才朋友们也说了，我们的1号课里边不单单是光给大家去讲完整的泛画作品，里边还给大家讲了有很多幅我们的山水的绘画技法，朋友们啊，那前面的基础内容讲的也很详细的，所以这个如果一点基础都没有的朋友，先从基本的东西去学习啊。精彩，专门挑了个精美的笔记本记录。对，其实老师因为1节课讲的东西多，我们去挑一些重点的东西去记一记啊，详细的跟画建议大家是跟着课程里面去学，这样的话不会遗漏老师讲到的一些细节的东西。瀑布水口不是不能剧中吗？有的瀑布，你看我们今天呢是以瀑布为主的啊，瀑布为主的，它是可以说啊，稍微偏中间一点。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也不是偏中，我稍微偏左边一点。我们这个瀑布，你看啊，还是右边山势稍微大一点，左边稍微小一点，它偏左一点，不是居中的。1号课程啊，抓紧时间去抢拍，朋友们。这个老师画完的作品，我们都会给大家拍电子版的高清图，分享到我们的群相册里的。大家其实截不截图都无所谓，因为截图的话，可能细节的地方也看不了太清楚。我们都给大家会拍高清的电子版，分享在我们的班级群的群相册里面啊。对，那个拍了课的朋友，到时候到里边去浏览就可以了。都是像我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它是非常大的，很清晰的，您可以去放大看到很多的细节的啊。来晚了没看到，没事儿。那个谁，老九，到时候给大家分享在我们班级群里面。咱们等老师画完这个上色以后把细节添加了，提完款，我们就会给大家去拍了以后放进去的。粉丝群的话，朋友们去点头像，然后申请加那个人少的群。等一会儿下播，帮大家进到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面啊。拍了课的朋友可以进到我们的班级群里面，班级群里有老师的这些高清的泛画的电子版给大家去分享，到里边可以去下载下来去观看的，那个会更加的清晰。因为老师前面画的很多的特别精美的小作品，里边有很多特别细节的，包括这些小船的结构，我们这些房屋建筑它是怎样去组合的，那个更清楚一些啊。1号课程要拍课的话，要在直播间去抢拍，朋友们，因为老师前面讲到了很多非常细腻的内容，我们错过的话挺可惜的。有些朋友可能上来觉得老师今天画的这一张，哎呀，细节这么多，我有一点发怵。我们前面有很这个比较这个构图简单一点的，从简入繁去着手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循序渐进的去学习。一上来就画这个大作品的话，对有些朋友来说可能就有一些压力。那我们前面有一些小幅的作品，小章节的，大家可以先去学一学。包括啊，老师前面讲到的是一些用墨的方法呀，用色的方法呀，水分控制的方法，其实已经讲过很多了。咱们现在呢这一段时间，老师主要在讲我们的一些完整的泛画。那可能过2天呢，老师会给大家再去讲啊，讲一些分解内容。我们有一些朋友想先去了解了解，没有基础啊，你到时候先点上关注，老师直播的时候可以到直播间来看，好不好？我们会过2天给大家再去讲一些分解内容的啊。近景和中远的用墨有没有浓淡区别？我们开始调墨的时候，你看他们开始调墨的时候，这个笔中已经有浓淡墨的变化。浓淡墨变化就是说，你看我们每一组山石，不管近景的还是中景，对吧？它都有浓淡墨的变化，不是说你前面我们强调啊，不要说你前面这组山石全是用浓墨。对吧？中间用淡墨，不是那样的啊，它每一组山石都有浓淡墨的变化，就是稍微啊有点区别的地方就是在哪？我们前面的山石用墨开始调墨的时候稍微重一点，到我们中景的时候，你调墨的时候开始调墨的时候稍微淡一点，但是它啊，你看啊，每一组山石都有浓淡墨的变化，要注意这一点，不是说这一组山石是一个墨色，前面一个山石是一个墨色，不是那样的啊，不是那样的。就是我们你看
我们强调一下，就是我们开始，你比如说我们画这一组山石的时候，你笔尖调墨的时候，这个第一笔，对吧？稍微重一点墨，稍微重一点。哎，所以是画这块山石，你看啊，前面的山石墨色稍重，越向后它的墨色越淡，是这样的。到你画中景的时候，我们笔尖调墨的时候稍微的淡一点就可以，就是说这一点区别啊，稍微淡一点就可以。但是它也是啊，稍微淡一点，它也是有浓淡墨的变化，它也是从稍微浓一点再变淡，越来越淡，对不对？它是有墨的变化的啊。不要说一组山石就是一个墨，对不对？不是那样的啊。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我们墨稿干了以后，我们去上色。哎呀，不要着急。对，墨稿干了才能上色啊！朋友们，其实急脾气的朋友不建议大家看直播，建议大家去拍个课，因为课程里面我们会把老师等墨稿干呀，然后给大家去解答疑问呀，这些都会给大家去剪辑掉。课程就是全讲课啊。大家有的朋友着急，在直播间呢，因为咱们要去晾一晾，老师一会儿画完一遍上色以后还要再晾一晾，再去上色，所以直播的时间会比较长。啊，大家如果说，我就想听老师讲课，我想把每1分钟都不浪费掉，朋友们，您就去拍个课程，课程里面是全部都是老师讲课的内容，老师的课程老师的这些内容全部在我们的1号课程里边啊，包括今天画的，包括我们前面的内容都有。想看看好了就拍课，我给你放一放，这有我们老师前面画到的很多的泛画内容，这些都是老师的前面更新的一些课程啊，这是其中一部分，因为老师已经更新了快画了70幅作品了，我这里边给大家展示的大概就不到50幅左右，所以您拍了课程还有更多的这个泛画啊，咱们在咱课里面就能看到了，每一幅都是像今天老师直播一样，从我们画墨稿开始到我们上色的一个全过程的讲解。老师就是一点都不给大家去这个藏着遮着的，也不给大家去减少细节啊，就是怎么画，平时怎么创作，怎么把这张作品画得更加的漂亮，老师就给大家怎样去讲。咱们自己画当然可以用吹风机啊，你自己画的时候啊，你可以对着急，你上颜色对吧？你可以用吹风机先吹干也可以啊。马到成功，对，老师画的就是又快又好。咱们主要其实就是在直播间呢，主要还是听老师讲，看老师画，然后下去以后跟着课再去练一遍。你说咱老师画一遍，咱也跟着画一遍，咱们是不是就能学会啊？我觉得不可能。就是我老跟大家说，我说咱们都好多朋友写毛笔字儿，咱们一个字儿咱还照着字帖练好多遍呢，天天都在写那一个字，是不是？画画也是，那画画当然了，如果光去照着一张图片去画，朋友们可能里边老师讲到的一些细节是啥来着？哎呀，老师讲到后边我们就忘前面了。所以我们需要干嘛？需要跟着课程啊，去反复的去画2遍啊，反复的去画2遍，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记忆更深刻。雪冬拍了课了，欢迎新同学啊！老师是下午的3点半，朋友们。老九卡的话没事儿，你到时候去看课吧。卡的话可能是你的信号不太好啊，没事儿。拍了课程的话，这个直播的时候大家可以有时间就过来看看老师今天画哪一张呢？大概有一个底儿，然后过2天再到课里边去看去啊，都会给大家放进去的。咱们这一段时间，上周吧，这最近有一些这个老师画的一些泛画内容还没有这个拍照啊，因为老师还没有提款，拍完照以后就给大家放进去。对，1号课程全部是用生宣来完成的，大家能看到的这些泛画内容都是1号课里的内容。咱们的1号课跟2号课的区别，就是一个2号课带老师点评。朋友们，您如果说，我希望我课里边这100多张作品，我画一张我都想让老师给我点评指导一下，那您就去拍2号课。如果说，我就是听老师讲课，我觉得听得特别明白，我按照老师讲的我去画，我也没问题。我们还有个班级群，大家可以在里边互相交流，分享学习经验，共同进步啊。您就去拍我们的1号课就行了。我们很多的朋友，零基础的朋友，他拍了1号课，他也现在画的特别好。就是因为老师讲的很详细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朋友们，1号课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内容，对，2个课程里边的课时是完全一样的，课时啊里边泛画内容都是完全一样，就是2号课是带王伟平老师的1对1的点评的啊，
这些现在能看到的都是课里的一部分的泛画内容啊，朋友们，都是。咱们前面其实已经画了很多幅了，张张都漂亮啊，每一张里面都有很多的细节的讲解，尤其是老师画的云海，还有画的什么溪流啊，都特别好。那老师这都是总结的方法，我们在课程里面也是毫无保留的给大家去做分享的啊。为什么有些零基础的朋友也能学得很快？就是因为老师讲的细，老师讲的细的话，老师都教给我们，我们按照老师的方法去实践一下，去操作一下，去自己练一练啊，就都能画得非常好了。对，2号是老师1对1点评，拍了2号课程，朋友们，您去直接进我们的2号班级群，2号是一个老师的点评群啊，老师画的好，是咱们主要是把老师这个课程里边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在花99米能学到什么东西，能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帮助，给大家去说清楚啊。对，有问题的话扣在公屏上。1号课，对，1号课里边就是我们每一幅作品都会给大家去分享到我们的课程里的，包括我们刚才给大家看到的那些泛画也都拍了高清的电子版了，在您的班级群的群相册里，以及我们的这个学浪的资料包里都有啊。咱们拍了课程在学浪学习就可以了，朋友们，学浪啊，学习的学，浪花的浪就可以去观看课程了。那老师接下来给大家讲怎样着色了啊。要拍课的话，朋友们在直播间去抢拍啊，下播不要拍，下播是299，没有福利，只有直播间才有，并且只有春节前的这一段时间了。因为老师这个1号课更新的已经到后面的这个时间段了啊，抓紧时间去抢拍。现在拍是99，春节后再拍的话就没有99的福利价了啊。对，建议大家下载学浪观看，因为学浪它还可以放大，还可以投屏到咱家的大电视上，观看起来更方便。我们今天这个啊，我们今天上一个浅酱的，我们上个浅酱的颜色啊，浅酱的颜色，先上赭石，我们先上赭石，你看啊，赭石加一点藤黄，我们稍调一点藤黄，稍调一点藤黄，看啊。来，我再给我们那位朋友说一下，那个谁884 1号课和2号课呀，里边都是至少100张完整的泛画加50节的基础课程，总课时至少在180节课。它和2号课的课时内容完全一样，只是2号课带我们王伟平老师的点评，朋友们。2号课是带老师点评的，您画里边的每一幅作品，您都可以画完以后发给咱们老师，让老师给大家去做一个点评指导啊。这是这2个课程的不同。拍了课程以后，它2个里边内容是相同的。没有卷了，刷新一下去拍。那个谁，错放你的手，刷新一下，小黄车1号啊，刷新一下去抢拍去。课时内容是相同的啊。我们用声宣啊。对，这个同学说的啊，对，我们练习的时候，对吧，也是用声宣去练习。你看我们所有的作品，我们课程中的所有的作品，不管是大小，对吧，都是声宣。看，我们开始上色，赭石加一点藤黄。我们先不打湿啊，我们先把山石的部分，近景的山石部分，我先染出来啊。然后我们再去打湿。你看，我们今天上赭石，上在它的亮面结构啊，对不对？你看啊，我们上在亮面结构，看，对不对？我们把山石的亮面我们去上赭石。上来一点，赭石稍加一点藤黄，我们加藤黄的时候啊，不要加的太多，稍来一点，它的颜色还是赭石是主色调，然后中间稍微加一点藤黄，对吧？这样你看，你要单独的上赭石，它的颜色比较燥，就是说它颜色比较太亮。它发红的那种颜色啊，赭石。
所以说我们加一点藤黄，然后它的颜色比较柔和。看啊，亮部稍加赭石，哎，稍加一点赭石。哎，下边对吧？下边这个小路，看向后过来，上后边的小亭子。哎，小路的这个亮面也是啊，赭石渲染一下。赭石渲染一下。哎，啊，哎，赭石上完以后，它这个点叶部分，我们要画这个秋景的话啊，点叶部分用什么呀？用朱标啊，用朱标去点一下。哎，看啊，朱标，哎，我们少来一点朱标，朱标的颜色，看稍调一点朱标。我们先把这个点燃的地方先上一遍啊。它这个我们要点叶的话啊，加叶数需要这个点2遍颜色或者3遍颜色，也要用这个颜色打一下底色。打底色以后，到我们后期我们再去上颜色的时候，这个可以上什么呀？上朱砂，对不对？哎，可以上朱砂。朱砂的话，我们用赭石也可以，用朱标也可以。我们用朱标去打底。比如说喜欢稍微亮一点的，就朱标。你稍微这个红色需要，我想不需要那么亮的，暗一点，你可以用赭石去打底，都可以啊。嗯，哎，先用朱标，我们先打一个底色，后面我们再上什么呀？哎，再上这个朱砂。上完以后啊，山石亮部，我上了这个赭石，暗部花青，暗部我用花青。看，对吧？你看啊，亮部赭石，暗部花青。哎，这是我们画秋景常用的一种浅绛的着色方法。哎，这是浅绛的着色方法。浅绛就是以藤黄、赭石、花青为主。哎，它花青上在什么地方？哎，上在山石，你看，对不对？山石它的暗部结构，暗部结构就是哪？就是我们村的地方，对不对？村的地方，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山石亮部，就是鼓起来的地方。你看，哎，这就是浅绛的上色方法，亮部赭石，暗部花青。上完以后，近景的完成。哎，看这边山石，对不对？也是啊，先上赭石，亮部赭石，加藤黄，稍加一点藤黄，稍加一点，不要加的太多，稍加一点藤黄。亮部，你看啊，我们亮部赭石。哎，先把赭石上一下。哎，暗部花青，你看就记住啊，我们这个顺序是吧？哎，浅绛的顺序，先赭石后花青。
亮部赭石，暗部花青。看，哎，亮部赭石，暗部花青。然后完成以后啊，上色方法完成以后，我们下边需要染瀑布的地方，打湿一下，哎，稍打湿一下。还有下边，对吧？下边我们需要画水汽，对吧？它瀑布溅起的水汽也要喷湿一下，对不对？也要稍微喷湿一下。哎，来一点。下边的水面，看，这样，对吧？需要我们打湿的地方，我们打湿它一下。打湿了以后，上面有这个浮水的地方。纯赭不，我们赭石也是加的藤黄啊。我们上赭石的时候都是稍加一点藤黄，稍加一点藤黄，因为啊，单独的赭石，对吧？它颜色发红，哎，有点比较生硬的颜色，所以说我们加一点藤黄，让它变得颜色柔和一点。我们可以啊，你如果觉得啊，我不喜欢加藤黄，你可以用一个赭石，单色赭石可以用一下试试啊，对吧？我们可以上色的时候，老师讲的这是技法，老师教给大家都是这个技法，然后大家可以随自己的喜欢啊，自己喜好，你可以加藤黄也可以，不加藤黄也可以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颜色。上完颜色以后，还是先上赭石啊。我们先上山石部分，哎，先把山石部分画出来。亮部赭石上一点，哎，先上赭石，先把赭石，哎，统一的啊，哎，我们先把赭石上一下，亮部赭石。看，哎，亮部赭石，把暗部花青的地方留出来。上完以后，花青，你看啊，哎，花青的地方，少来一点。看留的暗部，对吧？哎，留的暗部，花青，染一下，哎，让它花青和这个赭石，对不对？你看啊，哎，有点衔接啊，对吧？有稍微的过渡，有稍微的过渡。不要单纯的我赭石就是赭石，花青就花青，是吧？它的这个界限分的特别齐，特别明显。哎，一定要让它轻微的有个融合，有个过渡颜色。下边在上的时候，你看啊，花青，我们调一下花青。花青是纯花青。对，我们现在是纯花青啊，我们现在用的是纯花青。
刚才上的颜色，你看藤黄、赭石，我加一点啊。然后我们下边暗部上的是单纯的花青，单纯的花青。下面我们上的花青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上第二遍颜色啊，花青加淡墨，调个墨青色，这是常用的啊。这个墨青色常用的是什么？是染水，还有树木。花青加淡墨，水要打湿。你看为什么要打湿？我上颜色你就看出来了啊。花青调的淡墨，染水口，还有下边云的地方水汽，你看啊，像瀑布落差产生了一个水汽，对吧？用花青调淡墨去染，中间留白的地方就是瀑布水流冲下来以后啊，溅起的水，这个水汽是留白的部分。然后瀑布，你看啊，先染瀑布里边的碎石，墨青颜色，哎，注意啊，水瀑布下面它的水汽留白，看，对吧？它瀑布产生的这种落差，哎，留下来产生的水汽，哎，墨青色。哎，染这个啊，染这个我们水中的这个碎石块留白的地方，看为什么要打湿？哎，因为我们去渲染水的时候，你干笔对吧？你干笔它不容易渲染，我们后期的处理颜色对吧？打湿了以后，你看我们渲染的时候，哎，比较方便，也很自然，它过渡的比较自然。你看我们染云，对吧？染云、染水都需要打湿，就为了我们分染颜色、渲染颜色，它的效果，对吧？我们为出这种效果，你干染的时候你产生不了这种效果。过来染下面的时候啊，染瀑布，看，对吧？你暗部，我用这个墨青色去染，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水流的位置，对不对？你看，留白就是水流的位置。哎，我们这个区别就是在这个我们和传统画区别就是我们瀑布的这种画法还有染法不同。你看我们传统的就是勾线，对不对？瀑布就是勾线，我们现在擅长就是留白，哎，留白法，哎，用这个碎石，哎，把我们瀑布衬托出来，你看，对不对？哎，衬托出来，哎，衬托出来。远山，看啊，下边就是我们远山位置，也是啊，花青、淡墨，哎，花青淡墨，远山，哎，过来，
对，拍了课程，课程就是回放啊，朋友们，老师每天画的作品都会更新在咱们的1号课里的。您拍完咱课了，这个课里边，咱老师现在画的这些都会放进去啊。对，课里边就是我们作画的全过程啊，全过程就是说从墨稿开始，对吧？墨稿前面山石、树木一笔一笔的勾出来，边勾边讲树怎样去画的，山石怎样用笔，怎样勾出它的结构，怎样勾出它的立体感。等老师把这个头一遍颜色上完以后，哎给大家演示一下怎样看啊。远山，远山也是用这个瀑布的一个颜色，就是墨青色，用墨青色去染。下边你看啊，下边是云雾的地方，染出来。下边你看啊，中间我们留白，我们常讲记白当黑，对不对？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中间云的地方，看，对不对？中间是我们留那个云的地方，用我们的墨，对吧？用颜色，去把云的地方衬托出来。这是我们常用的湿染云的方法，对不对？常用的湿染云的方法。过来，看中间，对不对？上下都是这种墨青的颜色，中间留白就是我们云的地方，云的地方。这是昨天的昨天我们上了一遍颜色以后，我们需要调整的颜色，我们再加一下，在这个第一遍的基础上。你看我们山石部分，对不对？山石部分有的颜色，你看近景的颜色，它干了以后，对不对？干了以后就会变浅一些，变浅以后，我们在后边去做颜色的调整。颜色调整，你看我们近景部分，第一遍我们昨天上的时候上的什么？上的是赭石和藤黄，赭石和藤黄。看我们今天就是昨天上的就是这个浅绛的颜色，今天我们在近景的山石上面，稍加一点颜色。加第二遍颜色的时候，也是以赭石、藤黄，看我们还是赭石、藤黄。赭石藤黄以后在里面稍加一点朱标，稍加一点朱标，加在什么地方？你看我们第二遍颜色加的时候，亮面，你看亮面它不是有浅的颜色，对不对？我们加到暗部这个颜色。看，加在我们用村的地方村的地方，看这个地方，就是在我们加村的地方稍加一点这个颜色。
稍加一点这个颜色。稍来一点，你看，稍加一点。就是第二遍我们颜色的调整啊，调整，稍加一点。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赭石比我们昨天那一遍啊稍重一点，稍重一点。右边你看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还是啊用笔呢和我们开始村墨稿的用笔一样，就是我们就是用颜色在原有的村的地方再去用颜色村一遍，用颜色村一遍。看啊，我们村的这个加颜色的这个位置，第一遍的时候我们是同染的，对不对？我们亮部同染的赭石。第二遍颜色，你看加在我们村的地方，村的地方。简单的讲，就是我们用村去加颜色，不是平涂，对不对？不是平涂啊。稍来一点。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这次上颜色的时候啊，第二遍上颜色的时候，就和我们开始村的用笔一样，也是在这个村的位置，我们去加第二遍的赭石。加第二遍的赭石，到中间，你看，加完以后啊，第一遍的赭石加完以后，再来一点。就是啊，我们这个小亭子用赭石，染一下，先把亭子的顶部赭石染一下，下边就是我们的这个亭柱，对不对？也是赭石同染一下，赭石的颜色。赭石染完以后，对不对？赭石染完以后，我们中间用这个花青，用花青加一点藤黄，用花青加个藤黄，调个花青多一点啊，藤黄少一点，不要这个绿色不要太太嫩，对吧？这个绿色让它调的稍微老一点。你看我加的地方加在什么呀？加在它这个赭石和花青的中间，稍加一点。稍加一点这个老绿色啊，就是说我们花青多一点，藤黄少一点，对吧？这个绿色少一点。就是我们中间，对吧？赭石和我们上的花青中间这个过渡颜色，我稍加一个啊，稍加一个老绿色，稍微绿色
让它过渡一下。就是说赭石和这个花青的中间，哎，有个过渡颜色。稍上一点。哎，这个颜色也是啊，不要太深，不要太深，哎，淡淡的上一点。这个赭石，你看啊，对不对？赭石它会这个花青中间，你加一个过渡的颜色，它的颜色就是不是那么单一，对不对？它有个过渡的颜色，它这个颜色就是比较丰富一点，哎，就比较丰富一点。哎，中间看瀑布中间这个小碎石，哎，我加一点，看稍加一点。那干了以后，它的颜色，对吧？它就会变浅。哎，所以说等干了以后，我们稍加一点，哎，稍加点颜色。上颜色的时候啊，我们加颜色的时候也是在你原有的颜色上面去加，哎，在原色上面去加，不要这个，对吧？不要出来这个上颜色，你上出你这个结构的外边啊，对吧？在原有的颜色上面我们去覆盖。哎，原有的颜色上面我们去覆盖一下。哎，这是加的颜色啊，加的颜色。到下面你看啊，哎，我们对吧？你看我们上的这个山的山脚部分干了以后，颜色也会变浅。哎，花青加淡墨，还是这个墨青色，对吧？还是这个墨青色。哎，点叶的竖的地方上一下，对不对？哎，点叶的地方我们就用这个墨青色，花青加淡墨调的这个墨青色。哎，我去渲染一下。哎，前面你看，前面那个小灌木，还有瀑布水口的地方，你看啊，水口的地方，哎，再加一下，哎，再稍加一下。这个也是根据我们画面的需要，我们去加的颜色，对不对？你看啊，尤其我们水口的地方，对吧？水口的地方，别的地方让它亮一点，水口的地方两边，对吧？一定要让它稍微的颜色重一点。这样以后上了颜色以后，你看两边颜色重了以后，它透出的这个水流，你看是不是？它把我们瀑布这个水流拖出来，比较亮。
对不对？哎，就是我们留白的地方，是我们流水的位置，哎，比较亮。就是我们常用的，哎，颜色这个衬托的方法，哎，衬托的方法，把我们这个瀑布，对吧，衬得更白、更亮、更明显。你看，哎，我们加了颜色，是不是？哎，衬得我们这瀑布是不是？哎，更亮，更加明显。把我们染匀的地方虚下来。哎，这是我们需要加匀的地方。哎，我们打湿一下啊，打湿一下。哎，把它虚下来。哎，还是墨青色，看到下边，对不对？下边让它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瀑布流下来溅起的这种水汽。左边看，左边这是我们留的这个云雾的地方。哎，云雾的地方，我们稍加一点颜色。哎，稍加一点颜色。哎，让它更明显。哎，让它更明显。哎，下面，哎，你看上面这个树丛，哎，用一个墨青色，哎，渲染一下，渲染一下，让它，你看啊，哎，我们要把瀑布下面，对不对？哎，下面瀑布，哎，用颜色把它按下来，让它按下来，然后上面啊，你看下面按了以后，上面我们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瀑布，对吧？那种溅起的浪花、水花，哎，它就是白色的，哎，我们去做一个衬托，做个衬托。你看，对不对？它的瀑布这个水流感觉更明显，是不是？我们下边加了颜色以后，它更明显。哎，下面啊，完了以后，我们开始这个点叶树。点叶树我们不是加的这个珠标做底色，然后我们加第二遍颜色，朱砂。我们用朱砂去加第二遍颜色。哎，来一点朱砂。看，我们有了底色的地方，对不对？我们昨天啊，这个加叶树，我们加的是珠标打的底色，我们第二遍上这个朱砂。我们这个点叶的时候，你上红色也是啊，要用珠标或者赭石做底色，然后上面再覆盖别的颜色，覆盖珠标或者朱砂。
你看它有了底色以后，它的颜色，哎，就比较厚啊，颜色比较厚重。也就做了底色以后，这个颜色，比如我们上小青绿，是不是？小青绿的时候，上山的时候也是，你用这个赭石或花青打了底色以后，它的颜色出来了以后，哎，比较厚重鲜亮。这个点叶树也是，你看，我们打了底色以后，你上出的颜色，对吧？就比较鲜亮，它的颜色不飘，是不是？你看，它颜色不飘。然后不像我们，你看单色你去上的话啊，比如说你不上那个底色，你单色你上一遍的话，它这个颜色比较薄，不明显，然后也飘着颜色。你看上了底色以后，你再上颜色，哎，它的颜色哎比较鲜亮厚重，哎也比较这个颜色出来了以后啊，也比较精神。哎，我们把夹叶的树，你看啊，这是第二遍颜色。我们第一遍用朱标，第二遍用的朱砂。上，哎，在原有的基础上啊，在我们原有的底色的基础上，我们去上啊。你看，我们打了底色的地方，你再上第二遍颜色。哎，这是红叶啊，哎，红叶的地方。然后你看啊，两边点这个点叶的地方，朱砂还是用这朱砂，加一点什么呀？哎，加一点朱标，把两个颜色融在一起。哎，我们点在，你看这个不是对吧？我们只画的小枯枝，把这个红点儿我们点在这个小枯枝上面啊。哎，点这个小红点儿，用朱砂，对吧？用朱砂和朱标调在一起，这样去点。哎，这样去点。点的时候也是注意它点的大小不同，点大小不同。还有什么？还有它的聚散，对吧？有聚在一起的，有散开的，有大的点儿，有小的点儿啊，这样去点。然后点的时候，我们注意什么？点的时候颜色稍微稠一点。我们点的时候，尤其点这个色点的时候，不管是绿色的还是红色的，这个点的时候一定做出来，它颜色一定要稍微重一点，稠一点，不要太稀，对吧？颜色不要太稀，稍微重一点，对吧？用比较浓的这个颜色，我们去点。哎，用比较浓的颜色去点。这和我们上颜色点色的时候啊，我们上色的时候不同。上色的时候要求什么呀？颜色要，对吧？薄一点，水分多一点。点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哎，水少，颜色多，对吧？颜色一定要让它稠一点，浓一点，那样去点。看，对不对？哎，这是我们点色的时候用色的方法。后面有的就是有的同学就问，哎，老师，我画这个鸿运当头，为什么颜色
不新鲜哈，不亮，对吧？我们就讲啊，用颜色，尤其我们点色的时候用颜色一定要这个要重要浓，水分要少，这样去点色。不管点绿色，我们要点那个头青头绿，对吧？或者说我们点这个红色，红运当头，山顶上那种红色，一定要特别浓去点啊，水分一定要少。哎，我们夹叶部分、点叶部分，对吧？朱砂，对吧？朱砂、朱标为主，因为是画的这个浅酱，我们画的秋天那种景致，是不是？哎，就是赭石、花青、藤黄、朱标、朱砂为主。这个颜色也是，我们夹叶树的颜色也是啊，就是说，不够的颜色，对吧？觉得颜色不够，不鲜亮，哎，等它干了以后，你可以再去加一遍，还是加这个朱砂，对不对？还是加这个朱砂，哎，一遍不够，我再加一遍。哎，这是我们颜色调整的时候，对吧？需要调整的时候，这个方法，哎，等它干了以后，我再去加。看我们上色也是啊，需要湿的时候加，湿的时候加，需要我们干了以后加，对不对？哎，你就要等它干了以后再去加，要分清它颜色需要的湿的时候加，还是我们需要干的时候加，它有区别。你看，你下边的这个水纹这个，对吧？你可以干了以后，你看它颜色，哎，觉得颜色浅，你可以再加一遍，你加一遍，加一遍，因为我们有了昨天的那个底色，对不对？哎，昨天的底色，然后你再加的话，哎，它形成两个颜色，对不对？你看，形成两个颜色，一个是浅一点的，一个深一点的，这样感觉画面，对不对？颜色就比较丰富，它不是单一的一个这个层次，就多一个层次，是不是？哎，就多一个层次。哎，你看，我们再加一遍颜色，你看它就有一个，哎，有个浅色，昨天我们稍微浅一点的颜色做了底色，哎，今天我们稍微重一点，再勾一个，对吧？它就多了一个层次。嗯，不够的地方，也可以随时，你看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哎，瀑布里边的小碎石，对吧？你可以趁着湿，稍加一点。它需要什么？需要它两个颜色，哎，融合到一起，融合一起。你前面这个夹叶树，对吧？你不要把它融合在一起，是吧？需要它稍微亮一点，它颜色要厚一点、亮一点。所以说，我们等它干了以后，你觉得不够，哎，我们可以再加，是这样的啊。